大家好，这里是一只细细粒，新朋友请记得点击订阅哦。《甄嬛传》14年演员现状，大部分人都在吃老本，而他不争不抢，却大红大紫。2011年，《甄嬛传》横空出世，成为现象级的后宫剧。他用教科书级别的群像叙事，捧红了一众小主，一群年轻的女演员们迅速走到了大众的面前，获得资本与平台的青睐。转眼间，10年过去，《甄嬛传》为娱乐圈输送了一批优秀演员，也带来持续不断的话题。当中的女演员们经过一轮又一轮市场的筛选和淘汰，她们的人生有的如同角色一般一路开挂，有的却走向和角色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。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离开后宫后各位小主不同的选择与发展。后宫三巨头的发展用2个字概括，就是巨红。孙俪凭借甄嬛的爆火，成为响当当的国剧女1号。从此以后，在大女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想转型了，就给自己剪个超短发，扮演起售楼中介房4锦，轻轻松松就和过去的甄嬛告别。蒋欣在扮演华妃之后，又幸运地遇到了樊胜美，从此以后为自己开拓出一条全新的都市苦情女主副本。凭借皇后的成功，蔡少芬成功进军内地市场，她频繁参加各大综艺真人秀，凭借自己大方活泼的性格圈粉无数。演戏不重要，上综艺更重要。后宫三巨头发展得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毕竟在出演《甄嬛传》前，他们本身就已经在圈内积攒了一定的人气和地位。倒是当初几位边缘配角在过去的10年里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，比如蓝盈莹在浪姐出舞台一战成名，顺利走到成团业。甄嬛当初的丫鬟，如今要演冯小刚的女主，逆风翻盘的也不止她一人。戏份最少的英贵人毛晓彤，一部30而已，把她送进白玉兰最佳女配的候选名单中。手撕原生家庭和渣男前任，又让她成为全网膜拜的大女主。与她拿着同款现实剧本的，还有纯贵人谭松韵。演完纯贵人后，谭松韵俨然成了鬼马少女的代言人。最好的我们中演女中学生耿耿和刘昊然谈起校园恋爱，她一笑，青春的气息立马扑面而来。之后她继续发力，在以家人之名中扮演乐观开朗的三妹李尖尖，并且凭借这个角色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。这么多年，谭松韵稳扎稳打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女主之路。谭松韵的成功似乎是在向我们证明，与其盲目追求转型，不如把一种讨喜的角色演到极致，照样能得到市场的认可，在观众心中留下位置。而宁贵人热依扎的出圈更像是一夜爆火，因为热依扎别具一格的异域长相，离开后宫后，她一度接不到戏，沉寂数年，一直到《长安12时辰》中的谭琪，她才终于被观众看见。男装英气，女装妩媚，同一个角色身上兼具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。接着，她又在今年的开年神剧《山海情》中扮演水花，用出色的演技诠释黑暗现实里的一束光，眼睛里的光透过屏幕，直接照进观众的心里。对于热依扎的爆火，很多人都说她运气好，碰到了这么好的角色和剧本。但我认为，热依扎的爆火并非完全偶然，而是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在其中。为了演好角色，她可以提前半年推掉所有工作，在家里潜心研究剧本，也可以在刚出月子的时候带着襁褓中的女儿亲赴沙漠拍戏，肯下苦功，又吃得了苦，沉寂数年，没有荒废光阴，而是踏踏实实过日子，认认真真钻研角色。这样的女演员，谁看了不得说一句，你的福气在后头。有人爆火，自然有人落寞。后宫3姐妹中，甄嬛戏里戏外都是赢家，而其余2姐妹沈眉庄和安陵容，长相与演技俱佳，人气也颇高，后期发展理应不差。但似乎她们都在爆火后又迅速沉寂。先来看看梅姐姐兰溪，离开后宫后，兰溪火速转型，转头就去演了4部谍战剧，从温婉娴静的妃子一下变成信念坚定的革命女战士。这个转变实在是有点太快，太突然了。加上兰溪本身长相上就偏柔偏娇，自带一种怯生生的气质，并没有说这种气质不好。这种长相和气质去演谍战片女主，实在有点吃力不讨好。而且相较于现代装，兰溪的古装扮相更为惊艳和出俗。好在郑晓龙导演拉了她一把，邀请她在《芈月传》中客串樊少使。樊少使温柔恬淡，胆小谨慎，一生与世无争，
与兰溪本人的气质非常贴合。这个角色让兰溪又重回观众视线。尝到古装美人的甜头后，兰溪又在《思美人》当中扮演男后，把温良贤淑、从容不争刻进骨子里。本以为这2个角色的成功会让她在事业上再冲一把，但是她却在这个时候宣布怀孕。息影1年，产后复出的兰溪才发现自己已经无戏可拍。最近一次亮相，被称沦落到演技节目《演员的诞生》上刷脸求关注。她说：“现实狠狠地打了我的脸。”兰溪毕竟没有沈眉庄那么佛系，她想复宠，想重新走到观众面前，但观众却没有皇上那么好火。在剧中，沈眉庄用一个手镯就能重新复宠，但在剧外，兰溪始终没能找到她的手镯。娱乐圈就是这么残酷，梅姐姐如此，林容亦如此。离开后宫后，陶欣然的数部转型之作都没有什么水花，反而是《胭脂》中的反派角色冯曼娜为她带去了不少的争议。和安陵容一样，冯曼娜也走的是好姐妹黑化成宿敌的人设，这种角色向来最招人恨、招人骂。《胭脂》播出的时候，恰逢陶欣然女儿出生，入戏过深的观众去她微博下留言，感觉你女儿不会有好下场。陶欣然也是毫不客气，直接转发骂回去。这场风波后，陶欣然的职业之路也悄然发生了变化。5年时间里，她只演了2部戏，用她的话说，自己一头扎进了生活里。今年年初，陶欣然再出现在大众面前，她的面相比从前更圆润饱满，眉眼也更温柔恬静，可她扮演的依旧是安陵容。说到发展不如意的后宫小主，想起了其二妃张雅萌。《甄嬛传》之后，她又接连出演了多部古装剧，其中不乏大火的热剧《宫锁连城》《神雕侠侣》，但作为配角的张雅萌受到的关注始终有限。娱乐圈本就残酷，市场留给她这个年纪的女明星位置本来也不多。齐妃成功后找来的角色也多是狠毒的亲后妈，于是她干脆选择办退圈。退圈后的张雅萌生活过得更悠闲和自在，时不时在抖音晒晒自己和儿子合拍的小作品，也能收获20多万的点赞。家庭和睦，婚姻幸福美满，加上没有身处娱乐圈的压力，张雅萌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变好。在戏里，齐妃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为了赢得皇上的欢心，使出全身解数，就算年岁已高，不再衬得起粉色，也仍然要穿给皇上看。可在戏外，张雅萌却轻松丢掉了那件粉色宫服。当然，最戏剧性的还是甄嬛的最强辅助槿汐。在剧中，她云淡风轻，老实本分；可在戏外，她耍大牌，拉踩张小斐。上春晚晒盒饭被嘲露脸不够30秒，种种负面新闻缠身，人气直接跌到谷底。这也算是回归现实后的某种人生吧。不得不感慨，风水轮流转，当年戏份不多的小演员，如今变成当红的流量小花，而那些曾经风头正旺的大配角，却渐渐的查无此人。花无百日红，红颜弹指老。就像剧里甄嬛所言，世间的阴差阳错从未停歇，都是寻常。《甄嬛传》的爆火，就好像是命运将一块巨大的蛋糕亲手送到各位小主面前，但怎样接好、接稳、接踏实，又是另外一门功课。演艺圈向来对高热度、高流量的演员敞开大门，兼收并蓄，这是圈子的底气和气度。可能不能让演艺圈容下自己，还要看各位小主的本事和能力。不过，就算目前差人一头，矮人一截也没关系，宫中时日还长，我们走着瞧吧。《甄嬛传》播出10年，如今仍然掌握着流量密码，成为一部经典。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所有主创团队，其中大女主甄嬛更是凭借这部剧火遍大江南北。甄嬛原名甄玉环，原型是孝圣县皇后钮祜禄氏，主演是孙俪。作为一名大女主，虽一开始不愿入宫，只想嫁给世间最好的男子，但酷似皇帝白月光纯元皇后的长相，加上精通诗书礼乐，自然被殿选中。和好姐妹眉庄、玲珑一同入宫。入宫后，先是华妃步步紧逼，又经历了眉庄被陷害、玲珑变心等事。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被当作纯元替身，且因为年羹尧事件后续，父亲遭人陷害，家道中落，心灰意冷的甄嬛决定离宫修行。修行期间和果郡王有了一段情缘，但命运多舛，经历了果郡王出塞意外死亡，已有身孕的甄嬛设计回宫，而果郡王却此时逃难而回。于是回宫后，甄嬛一心搞事业，
和皇后正面宣战，经历了一系列陷害和争斗，终于斗败皇后党，养子嗣阿哥弘历登基，而甄嬛终于成为圣母皇太后。随着甄嬛的走红，孙俪也成为了当红的影星，影视地位直线上升。不过拍摄《甄嬛传》期间，总是有各种传闻，甚至有说孙俪耍大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要说到郑导采访中说道，《甄嬛传》拍摄了5个月，作为一个导演，他收工后会和剧中的演员吃饭，5个月下来，每个演员都吃过饭了，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没有吃过完整的一顿饭的人，竟然是我们的大女主孙俪。好家伙，作为女主角，竟然不给导演面子，连饭都不吃吗？原来一开始孙俪刚进剧组，还是会给导演面子，一起吃饭。可是随着剧拍摄日渐紧张，她总是吃到一半就问导演自己能不能回去了。导演问她为什么呢？她说要回去背台词。可以说这部剧拍了多久，这个状态她就维持了多久。不光吃饭，其余的时间孙俪也是一直埋头背剧本。除了这件事，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打扰她。孙俪在《甄嬛传》中有1000多场戏，每日台词量最高达6、7页4纸。而且《甄嬛传》的剧本非常难，通篇半文言文，但孙俪从来不 NG， 因此获封孙一条过。郑导恋赞她非常敬业和专业。作为剧中女1号，又有陈建斌、蔡少芬、蒋欣等等如此多的实力派演员，孙俪的出彩程度一点不输，也难怪网友都说，但凡她演技拉快一点，这个角色就完全站不住。那么孙俪又是为何出演了甄嬛呢？这背后也有一个小故事。孙俪和郑晓龙导演其实很早就认识了，05年的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虽是高希希执导的，但郑导那会是监制，可以说那会他就对这个机灵又敬业的小姑娘印象很深刻了。所以当他刚开始要筹拍《甄嬛传》的时候，脑子里总是想到这个小姑娘，他觉得孙俪肯定很合适，就算她那会还没有演过古装，于是就邀约了孙俪。而孙俪在看完剧本后，和郑导以及编剧王小平相约在一家川菜馆。本来孙俪心中还有很多顾虑，不过郑导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导演，他还没开口，就把他顾虑的问题都点出来了。那顿饭吃得很顺利，而孙俪也当即决定接下这个角色。不过拍这个剧确实很苦，拍戏拍了132天，孙俪基本是无休状态，不光是白天，就连晚上都是在片场度过。第一个来，最后一个走，说的就是她了。在最后1个月，很多演员陆续都杀青离开了剧组，只有孙俪一个主演一直在。这样的高强度拍戏，工作人员一度担心她会病倒，一旦病了，除了影响身体，更是耽误整个剧组的进度。当时据说横店有一家餐馆，天天变着法子给孙俪做饭吃，而顾不上胖瘦，孙俪也是有什么吃什么，保持身体健康是第一位。就是这样的极致投入，甄嬛这个角色才能如此熠熠生辉，经久不衰。可见要做成一件事，一定不是容易的，所有的光鲜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努力。而郑导虽说是孙俪的伯乐，也是因为孙俪本身对待自己的工作极度认真。一个靠谱的人会最大限度获得机会，这点值得每个打工人共勉。你觉得呢？你喜欢这样的孙俪吗？当年《甄嬛传》选角，蒋欣要演华妃，没想到导演一口拒绝，你演不了。蒋欣啪的拍了下桌子，震惊了导演，也间接救了这部剧。说到《甄嬛传》，出彩的角色不少，华妃无疑是很有分量的一位。以甄嬛离宫作为分界线，前半部分主要是和华妃斗，她真的担得上一句和皇后分庭抗礼。家世高，作为年羹尧唯一的妹妹，在宫中可以位列皇贵妃，性格泼辣直爽，辨识度极高，在宫中一众小花中是胖菊独宠的地位。不过出彩是一部分，难演又是另一回事。不管是在嫔妃面前的嚣张跋扈，或是在胖菊面前的妖媚动人，还有在端妃面前的狠厉，每一幕没有一定的表演功底都会很拉胯。可是蒋欣做到了。说起来，她能拿到这个角色还是自己抢呢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。2010年大剧《甄嬛传》选角，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部剧后来会大红大火，只是那会清宫剧盛行，于是众多知名演员都过来试戏。华妃作为一个重量级的角色，当时并不是定的蒋欣。她虽然凭借《天龙八部》初出茅庐，但还是一个黄毛丫头，所以导演一开始定的是一个大热女星。试镜的时候，蒋欣和这位女星对戏，她饰演的是曹贵人。
几个回合下来，他觉得华妃不专业。华妃虽然嚣张，但并不端着，他就想自己试试。于是试戏结束后，他竟然当着女星的面直言，我觉得他演的华妃不对，我想试试这个角色。要知道对方可是红极一时当红女星，而蒋欣只是一个小丫头。听到这话，女星的脸色就不好看了。导演瞥了她一眼，你不够跋扈，演不了。话毕，蒋欣回了句，你都没让我试试，怎么知道我演不了？导演想着，要试试就试试吧。不过虽说让他试试，导演却没有抱什么希望，所以一开始看的也不太认真。好家伙，蒋欣突然一拍桌子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这一下，导演也被惊到了，开始正视眼前的这姑娘，眉目神情间的睥睨众生，盛气凌人的气魄，活脱脱就是剧本里的华妃。好家伙，就这一出戏，在场的导演和评委都挑不出错。后来经过评定后，确定让蒋欣出演华妃，幸亏是她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经典角色。不过这个故事也让她留下了抢戏的传言。多年过去，网友们都感谢当初蒋欣拍了桌子，演了华妃，不然可能今天就看不了《甄嬛传》了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要讲到这位女星了。当时她是导演心目中的华妃，因为她刚演完武则天，红遍大江南北，从外形到神态，完全就是华妃的国色天香。可是后来因为一些问题，这位女星遭到了打击，她的作品也不能在平台播放。而蒋欣的那次抢戏，却让《甄嬛传》因祸得福，免于下架的危险。网友也喊话一众主创，可千万坚持住，好好做工作，别有不良记录。这么多年下来，蒋欣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黄毛丫头，手头多部优秀作品，早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演员。虽然时常会有抢戏传闻，但这也是专业能力的一种体现，不是吗？凭借精湛的演技，获得合适的角色，留下经典的作品，这才是作为演员真正的护城河，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地方。直爽的蒋欣或许在圈内有时会得罪人，但这都是对专业的坚持。你喜欢这样的他吗？随着《甄嬛传》的走红，一众主创也活跃在大众视线，这一火就是10年。苏培盛人称苏妃，原因是皇帝身边的妃子一直在换，可是铁打的苏培盛却形影不离，陪着皇帝走完了一生，和端妃一样是剧中最清醒的2个人物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这样一个身子残缺的人物，竟然在网上评选当选了紫禁城第1好男人，甚至获得了《甄嬛传》中最爷们的称号。为什么会这样评价？还是要说到苏培盛对锦汐的情谊，多年来的默默守护，哪怕对方落魄也不会趁火打劫，要求跟自己在一起。在锦汐为了送甄嬛回宫来找他时，就算看出来他的目的，也全力相助。更是在陷入对食事件后，2人都下狱了。苏培盛为了保全锦汐，完全不供出他，在被放出来后，又因为担心流言蜚语对锦汐的伤害，提出分手。除了和锦汐的事件，苏培盛更是一个有自尊、有血性的人，哪怕面对安陵容讥讽他是阉人，也会不卑不亢回一句阉人也是人，能把一个配角演出主角的风采，这就是老戏骨影帝李天柱。可是《甄嬛传》刚播出的时候，他竟然恳求导演在大陆播好了，千万不要到台湾播，太丢人了。更是在采访中直言不讳，说自己演苏培盛是被骗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说到李天柱，他一直被称为琼瑶小生，因为出演了诸多琼瑶的影视剧，更是获得了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，是一个妥妥的实力派。可是近些年，一来年龄渐长，无法出演小生，二来琼瑶剧的没落，李天柱也很难接到合适的剧。于是在朋友的推荐下，李天柱有一个《甄嬛传》的试镜机会，可以打开内地市场。当时郑晓龙对他的资历是清楚的，可是他56岁了，演男主是不适合的，就想着他会不会不愿意出演。李天柱看到郑晓龙迟疑的神情，就说希望能把他当做一张白纸，什么机会都是愿意的。郑晓龙试探着问，如果需要你剃光头，可以接受吗？听到这，李天柱回答说，演员的头发本来就不属于自己，完全可以根据角色的需要来调整。看到李天柱的态度，郑晓龙就被打动了，立马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苏培盛。当时李天柱是推荐来的，所以自己之前没有看过剧本，可是他的经纪人提前了解过，所以大概知道苏培盛这个角色是什么样的。但是熟悉李天柱脾气秉性的经纪人知道他肯定不愿意演，就说
这个角色好呀，除了皇上皇后，戏最多的就是他了，有700多场呢。听到这，李天柱瞬间就开心了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着剃了头。可是等他拿到剧本回去，认真看了10页，说实话他就后悔了，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角色，咋就会后悔呢？其实看到定妆照，拿到剧本，他才知道这是个太监，本来还以为是演一个普普通通的王爷呢。不过头也剃了，合同也签了，就算有点不舒服，看着戏多的份上也接受了。真的开始研读剧本，这700多场戏，500多场是背景板，出现的最多台词是渣奴才，这就去办。好家伙，说好的700多场戏，感情自己是一个大龙套，一个堂堂影帝被骗来演一个点头哈腰的老太监，这要是传到台湾，自己的脸还往哪放？可是影帝终究是影帝，就算心里不舒服，事已至此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，并且开始思考该怎么把这个角色演好。我们看了剧会发现，苏培盛这个角色其实很难演，说是配角，却是整部剧串联的线索之一。角色本身更是有丰富的心理活动，一旦演不好，那真的是一个背景板了。好在李天柱下了苦功夫，作为一个太监，日常的仪态就是卑躬屈膝、点头哈腰。对李天柱这个年纪来说，长时间弯腰是很辛苦的一件事。可是我们会发现，剧中他一直弓着，真是一个奴才的样子。如果说形态可以改，那要演好苏培盛，对李天柱来说，性格的克服才是真的挑战。因为从小单亲，骨子里的自卑有时候让他过分自我，加上小年纪爆火，他更是目空一切。这些经纪人都知道，所以要这样骗他接下角色。可是为了演好苏培盛，在片场他主动拿零食和同事们搞关系，主动和陈建斌打招呼。对方一开始还表示很惊讶的神态，换了他之前的脾气，早就发火了。可是研读剧本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完全带入了苏培盛，所以全然不在意。直到《甄嬛传》大火，传到台湾也大火后，大家都说他演得太好了，他却回一句：“我只能说，我是沾光。影帝之所以为影帝，敬业只是最基本的要求，而不卑不亢的态度，也真正能收获观众的喜爱啊。”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不要忘记点赞和开启小铃铛，期待与您的再次相遇。